保守的团体也都会说同性恋不正常啊，因为蝸牛它很自然的在自然界中生长，然后它就本身就是一个雌雄同体的自然的一部分。生物艺术它蛮复杂的，如果简单讲狭义一点的生物艺术，就早期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开始使用一些生物的材料，然后可能在90年代、80年代到2000年那阵子，然后他们去用生物科技去调控 DNA 细菌里的 DNA， 或是用基因改造一只兔子，然后让它发出荧光，就是这些作品在讨论这些生物科技所有可能衍生出来的伦理问题。因为我这段时间都住在荷兰，那我因缘机会下认识了一个荷兰的在阿姆斯特丹教书的科学家叫 Joe Ries， 然后他的研究是关于蝸牛的雌雄同体的生存策略的研究，然后那时候就有机会参访他的实验室，他们养了很多水生蝸牛，蝸牛雌雄同体算是大家还蛮多人有这个尝试的，但它其中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知识是我们如果没有跟科学家讨论是不知道的。比如说，它有一些蝸牛，在研究的论文指出，它虽然雌雄同体，就是我同时有公跟母的器官，但它会只想当雌的，或只想当雄的。但是他们在蝸牛中是少数族群。我觉得最有趣的，那就跟人类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相反。人类都是男生女生，就是生物的性别。但是当同性恋或者跨性别出现的时候，它就是有点介在中间，那是比较少数。但是在蝸牛里面是只当男生或只当女生是少数。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很多灵感跟反思。这段期间台湾有很蓬勃的性别运动在发生嘛，那再加上我自己是男同志的关系，所以很多保守的团体也都会说，同性恋不正常啊，一般自然界都是一公一母。那个时候我觉得就蛮冲突的，因为蝸牛它很自然的在自然界中生长，然后它就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一部分，但好像从人类眼中它好像就突然就是不正常。那这个到底变态还是正常的这个交界到底在哪？我这一次参展的作品是被规划在就是实验室那个区块，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个区块，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很多作品都是跟科学家或是说跟这些动物它本身的背后，科学家怎么理解这些动物，或者怎么研究这些动物，然后所衍生出来的作品。那我觉得科学研究它存在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那我觉得在从科学的这个客观的角度去看，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我们透过这样子可以有一个机会重新认识动物真正的样子。那在你改变了大家看完这些作品，改变了他们原本，比如说打破了原本对蝸牛或原本对某些动物的刻板印象之后，他可能在下一次他接触到这个生物，他就会用不一样的心情去看它。我觉得那个心态改变之后，才有可能会改变他们在真实生活中对待动物的做法。